好，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日本的一个读卖新闻有一个新的报道，为了要阻止美日援台，所以解放军的这个军舰在东海 ADIZ 的边境这一边，好像有一些部署哦。那读卖新闻提到，大陆已经开始将其多年前自行划设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视为领空，那已经开始在这附近的海域常态性部署3艘这个军舰驱逐外来的航机甚至还曾经跟日方的护卫舰进行了对峙。那中国大陆的专家有提到说，来比一比这个桅杆的技术福建号航母还比起福特号来得更好这个是福建号的桅杆，那跟这个福特号的桅杆相比因为福特号上面好像有一些外露的一些设备他说我们现在通通都已经包覆在其中了。大陆的工程学家提到了，因为现在福特号的舰岛上面仍然采取传统的设计，有高耸的桅杆，内装包含了一些雷达、感测装置，还有一些电子系统。这种传统的配置其实不利于匿踪，但是福建号一体式的桅杆已经把这些设备通通都包覆起来了。舰岛的结构呢，里面也加强了匿踪性，所以在一体的设计上面更加广泛运用在055这些新的机型上头。那我们看看这个航母技术当然就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的军力象征嘛，所以他们这个专家就说我们福建号表现比福特号更好。那还有一个消息是说 F16 的战机刚最新的消息说在1月31号就今天上午有一架 F16 的这个战机在黄海坠毁它这个是驻韩的美军。那其实去年12月也曾经在黄海训练的时候也发生过这个坠机事件。那他们说今天上午好在这个飞行员在坠海前已经弹跳逃生了，只是怎么会接二连三发生这种事情？人家讲说是不是对于韩国来讲你卷进这样子一个中美高强度的对抗就会有遇到不时的会遇到这些状况跟问题还有在巴基斯坦跟卡达的军演里面大家就想说陆制的这个歼十 C1 就是第4代还打过了欧洲的 4.5 台风战机据说10次的演习里面赢了9次，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等于说武器军力不断的在进化展现当中。那拜登在中东这里看起来现在头大了，因为驻约旦的基地被无人机攻击之后酿成了3死，拜登正式回应了，他说我已经决定好要怎么样回应这件事情了呢。那记者就问说，所以怎么回应呢？他说不告诉你所以就又卖了一个关子他已经想说我已经决定好怎么做了，但是不跟你说。所以美国到底要怎么样回应呢？因为现在好像进退两难，白宫不为阵亡美军向伊朗开战，那共和党就批评说拜登软弱，你必须要直接攻击伊朗如果白宫无法做出满意的回应的话这个对于你拜登的选情恐怕会更加的受创，这是共和党对他喊的话。另外一位不具名的官员提到，他说白宫不会直接采取攻击，如果美伊升级成对抗的话恐怕会导致西方民主国家更加的分裂，所以对于拜登来讲，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只好跟你拖延战术，就是我想好了，我想好答案，但我不告诉你，这可能是一种拖延战。那再来，胡塞是不是要把美国气死胡塞武装扬言准备好跟美国、英国长期对抗。胡塞组织说，他们领导层已经采取经有这个充分准备研究的举措来准备跟西方力量长期对抗，而且会采取对这个红海的船只发动更多的攻击跟袭击。所以大陆跟也门的副外长会谈的时候也有提到这个红海局势，交换了一些意见。那还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说胡塞还劫持了一艘银河领袖号的货轮，那他们现在还变成这个观光胜地就是说游客可以登船，只收你$1的这个观光费每周5趟的观光行程，不过仅限男性那很多的游客就跳到船上自拍跳舞所以他们现在变成了一种另类新的一个观光打卡景点就让大家想到说2016年的时候其实伊朗也公布了美军下跪的照片来气川普甚至后来还坐花车重现美军下跪的照片，感觉上胡塞组织有样学样，也是故意要气一气美国嘛。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盛峰哥，就是这样子啦，这个这两位有这个武器军武方面的专家，也有外交的专家，这个我们能自研的实在是有限。但是我想在短短的时间内，我画另外一个观点给各位做参考，
就讲胡塞在红海这个部分，现在最安全的就是挂中国旗号的商船，还有呢，出发以前跟他讲明，这是中国船员为主的商船，所以现在呢，所有的在这里就让我想起啊，《战狼2》的那一幕啊，那个我感受很深了。那时候跟一些台湾的同学一起在看这一幕，看到最后看到那个吴京啊，这拿了五星旗啊，然后呢这个从两边这个武装部队里面都走过啊，那大陆观众说哇鼓掌，那台湾的同学就哈哈大笑，有没有？他觉得很荒谬，怎么会有这种事啊？但是这种事好像已经不是荒谬，是在红海出现了。现在挂了中共国旗的，反而是安全的。所以呢，现在大陆很多的船啊，现在猛被租用啊，租用的目的是在哪里？就是在那里安全。还有呢，就看到中国的船只要经过那里的，大家都是跟着一群，有没有？跟着一起过。我从这里就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我们看这一些事，过去是美国来主导这个世界，来决定这个世界，他们的发言代表了一切。但是现在一个胡塞武装告诉你一个事，不再是美国说了算了，不再是美国说了算。美国这个霸权，当他把这个手啊伸得太深、伸得太广了之后，他现在发现辛苦了。一个洞啊，可以用一个手去抽啊，2个洞抽。当超过5个洞的时候啊，是不够用的。现在俄乌战争不晓得怎么办。现在呢，这个以色列啊，也不晓得怎么办。然后呢，这个胡塞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他现在吃这个也养，吃那个也养。然后呢，要打伊朗，那又没有办法跟萧地这边怎么处理？反正现在我觉得当美国总统才发现，以前说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现在航空母舰说我在这里，但是说话，以前美国总统常常问嘛，我们的航母在哪里？因为表示他的威慑力量。现在呢，航母也到了，这个胡塞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没解决呀。所以从这里面呢，告诉我们一个世界呢正在改变的。而且呢，刚才大家讲的这个歼十啊，跟这个台风，那我就想到，现在我们很重要的主力战机是 F-16啊，不管它有没有多少的改进 ，F-16应该有40几年了，应该有40几年了。那么相对讲起来，歼十好像又年轻的很多。这里面呢，就常常很多人在比军力。其实我觉得不是比美国的军力有多强，大陆的军力现在急追，不是这样子。是双方有多少的再生能力？就是2战里面美国的赢就赢在再生能力。这我的一部坦克车被打坏了，一部可以送上去。德国呢被打坏了就没有了，就输赢就这样胜败了嘛。现在整个的生产力啊，也将会是如此。好，来问大使。我觉得就是说，现在整个的这个。中国大陆在台海附近的活动啊，真的就是由这个日本的这个媒体这样子讲啊，就是说他已经在裴洛西这个到台湾这个访问以后啊，进行了一种大陆的术语叫常态性的战备演训，那基本上就对台湾形成长期的一个包围之势啊。过去中国大陆因为它这个海洋的控制能力，尤其这个做区域剧组的能力它缺乏像这种大型的水面舰艇。那比如说这个辽宁号、山东号，甚至05大区，它可以对这个整个区域其他敌军的进入它可以做一种可以做拒止的。现在它的实力已经够了，这个我们吕舰长他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现在这个定的3个点，基本上就是在控制台湾，把台湾这个形成一个包围之势。而且呢，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形成常态之后反而就有点像什么现象，就有点像中国大陆在这个裴洛西来的时候射飞弹的时候我们国防部都不吭气最后日本人把这个事情拨路给他。所以这一次中国大陆对台湾这个进行3方面3个点的尤其这个包围之势这个常态演习我们国防部也从来不说，只在说又是共击侵台。那这次又是日本人把这个事情又铺露出来。那为什么？那蔡英文政府到底为什么呢？他真是怕这种大陆的军事压力对我们台湾民生士气产生影响。可是说实话，
这个对台湾的安全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真正有这个必要的时候，台湾就被整个就包围了。合围之势啊，他要实行封锁或进攻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随时可以发动的，不必再派遣出来。所以呢，真正能够要解决台湾这个跟大陆这个经营战争边缘的情况，基本上还是要怎么样？要能够两岸产生良性的互动跟沟通啦。对，所以这个良性跟互动沟通的话，如果缺乏的话，那这个台湾永远生活在一个怎么样？不晓得未来会发生两岸会发生什么不可测之事的这种危机的里面。可是呢，你看赖清德他有做出一点善意的一种回应嘛，跟中国大陆之间，然后把现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关系把它改善嘛，可能是没有。所以如果说赖清德还是一味照他过去的风格的话，未来4年的两岸关系我觉得不但不会说是一个很平顺的，而且我觉得会常常会有危机出现，对我们台湾是很不利的。好，请教舰长。我们看到日本读卖新闻的这个报道，其实更进一步的证实我2年之前所提出的这篇论文。那我这一篇论文呢，其实最后的结论是什么？我讲说解放军他在2020年的时候，他的这些我们一天到晚常常讲他在黄海、东海以及南海甚至台海附近的军演，叫做武装海岛，巩固那个近岸空防。也就是说，他开始注意到了那个有关于海岛以及空防的问题，但是到2021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如此了。反低空破防，嚇阻抵近侦察。抵近侦察到底是谁来抵近侦察？当然就是美国抵近侦察。美国派了非常多的各型的战机可能是 P8A， 有可能是那个现在像前几天才刚刚在西南防空识别区出现的全球之鹰，这一些那个无论是基建都在那个台湾附近出现，它现在已经不让了。而且我在大选之前曾经讲过就是选票投错党，那个台湾变战场，这个战场未必是只是打仗而已那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有关于 ECFA 的问题，有关于外交场域的问题，诺鲁就没了。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 M503 航路的问题M503 航路其实这个问题在2015年就出现了，那为什么后来变得不是问题呢？因为当时就像刚刚介大使讲的，两岸关系很好，所以不需要那个大家可以直接的讨论。之后呢，那大陆方面呢就暂缓实施503就是它的支线，就是 121到123这个航线就暂停了这使用那但是对不起，现在如果既然没什么好谈的话，那就拿出来用但是现在有很多的专家，甚至之前的空军副司令曾经提到说这样会压缩到我们台湾的空防。其实我跟大家报告这个跟就是 M503 航线跟我们的海峡中线它的距离是 7.8 公里。如果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歼16战机，它以次音速也就是 0.95 马赫来飞行的话，24秒就通过了。所以不要说压缩了什么，24秒我们的那个长城雷达转一圈。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目前美国内战变成全球关注的一大话题特别是在德州这一边，已经在边界都开始设起了障碍物，要阻止非法移民的进入还跟这个拜登的联邦政府已经开始产生了这种角力战那德州的军事部在1月30号晚上抛出来，士兵在边境安装这种加装铁丝的相关的照片就在这边晚上他们就这样子 po 文出来让大家看看。所以德州没有要退让的那就有记者就问到啦，问这个德州的副州长说这样持续冲突会不会变成美国的内战？他们讲说德州不希望跟拜登政府对抗，但是德州拥有宪法权利，我们的做法是对的哟。德州还有一个名言，就是我们不打911，为什么？就是因为德州的民风非常的彪悍那他们的持枪率高到
几乎人手一枪，所以连明令禁止的这个机枪，其实在民间都有3万多支哦。那所以看起来这个德州的强悍，恐怕这个拜登也是有点头疼哦。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现在包含了一些共和党的一些州哦，他们现在都要大规模的来挺德州，说要夺回边境的车队，现在已经有70万人要到这边来德州相挺，预计在2月3号啊就会抵达德州，向拜登政府抗议。我们画面上面看到很多的这种车队卡车哦，他们就沿路载人，大家这个浩浩荡荡的从佛罗里达州集结哦，穿过阿拉巴马州到密西西比州，然后到路易斯安那州，一直到德州去哦，所以他们在这个沿途非常多人浩浩荡荡的这样子，还折来折去，一直到德州这样子，通通要来声援德州，所以真的感觉好像要出现一场美国的内战，而且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内战哦。已经比起4年前更加的对立，美国越来越撕裂了，包含川普跟拜登的这一次的对决，就从这一边德州的事件开始反映开来。那我们看到这个车队的总召就讲，我们只是普通公民、农民、退休警察，不是疯子，我们是美国的和平集会。德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提到，卡车司机就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德州欢迎每一位的卡车司机，等于是共和党已经表态了，就是他们是挺德州这样子。那另外，德州与拜登的关系紧张升级，州长被爆出来还引进了极端分子来对付移民哦。那拉丁裔的美国公民团结联盟，他们说呢，德州州长阿伯特在边境冲突发生不断升级之际，煽动极端分子做出暴力的行为，大家必须要提防怀有这种仇恨目的的这种州武装极端分子，他们故意制造出冲突跟舆论哦，好帮共和党来这个筹募选举资金，所以民主党现在很头疼啊，面对到这个德州问题难以解决，也面对到拜登的民调迟迟拉不起来，他们现在黔驴技穷，要靠谁？要靠泰勒斯小天后泰勒斯。那美国的新闻周刊他们有一个民调说，18%的美国选民表示哦，如果泰勒斯表态支持特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极度可能跟着泰勒斯的选择投票。那泰勒斯这一次的大选哦，没有公开支持特定的政党，但是他在2020年的时候曾经发 Twitter 来说，他在11月一定要去投票，因为他很讨厌川普，说要把川普赶出白宫哦。那现在拜登必须要靠泰勒斯哦，据说他们的团队很紧急的、很积极的向泰勒斯在寻求联系，因为他最近在巡回嘛，全球巡回演唱会，所以不知道哪一场，搞不好拜登会在演唱会上登场哦，不知道跟泰勒斯这样同台是要有没有什么合唱还是表演哦，反正就是要寻求大家的支持啊，他的粉丝如果能够变成他的选民的话啊，那就太好了。那对于拜登来说，就是可以解决他燃眉之急哦。那我们看看现在德州进入到了战争状态啊，他们讲说哦，这个是中国威胁。是中国大陆阿共在搞鬼。那他们说哦，中国的网络上面一直在流传美国边境状况的假消息，以热搜话题的方式在微博这些平台传播，然后这些说法是没有依据的。他们讲说这个美国内战这个词是中国渲染的，推给了中国大陆来介选哦，中国大陆介选到美国去了。那可是问题很奇怪啊，我们看到很多美国的媒体啊，明明一堆美国媒体啊，都是用美国内战来形容这个德州的状况。那怎么自己不说呢 ？CNN 就讲。还有一个报道很奇妙，他说习近平还跟拜登承诺不会干预美国总统的选举，说在去年11月的时候，习拜会他们就有讨论到这一次的美国大选，然后习近平还承诺回应了，就说就是不会干涉，王毅也给予了不会干预的明确承诺，让大家觉得很满头问号哦，因为对于这个中国大陆来说，就像这一位学者讲，上海复旦大学的教授赵明浩，他提到，他说其实川拜两个人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就是两碗毒药，没有谁比较好，你们都一样，都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哦。所以北京要怎么样干预？干预什么呢？干预谁还不都一样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谁当选谁不当选没有偏好哦，他们根本就无意要去管你们这个竞选的方向是如何啦。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的内战啊？美国内战我跟你讲德州的人还不危险，现在那个70万从各地跑过去的人那些人才是危险的。你像他这个
他这种放下工作，或者说为了一个政治目的啊，千里迢迢了，这都是政治狂热分子。对，这个3年前这个1月6号包围美国国会的就是这一批人。这批人有什么骄傲男孩啦，然后一大堆这种极右势力的。他们根本不晓得世界什么样，他们就在乎美国是不是能够解决内部的问题，然后他们都是仇视移民的，所以都有一点种族主义的底子在里面所以这些人，我觉得就是说有一个政治号召起来，他们就纷纷动员了。那美国也很恐怖随便讲一下，一个州动员一下就70万人了。那这个70万人不是少数而且这个美国很大，而且他们这些卡车司机平常没事干他真的是把他该干的活都丢下来就跑去了，去搞革命这有点像以前这个叫清朝末年的太平天国他这个洪秀全一起事全中国很多这种这个怎么讲呢？革命分子都去响应了，所以这是70万革命分子这些到了 Texas， 说实话，他们这个人一离乡背景，胆子也变大了，然后到那个地方这个彼此中这个情绪再一感染是会很激烈的，那搞不好就会跟美国联邦政府的机构起冲突。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拜登再不让步的话，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对，而且这次德州州长带头等于说跟着这个拜登对着干跟拜登的这个美国最高法院对着干他说实话，他如果一个州的话，他还没什么底气，25个州都在他那边，对不对？通通站在他那边。美国一共50个州，一半都过去了，所以美国这个不叫分裂，这什么叫分裂？拜登说实话，他做美国总统，他有义务要执行怎么样？美国的联邦法律美国联邦法律现在到州里面不被执行，那不就是叛国吗？他已经叛国了。那另外一方面，再加上美国最高的联邦法院，他的判决已经确定了，你德州也拒不执行，对。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之下，我觉得德州从法跟理上来讲的话，都在正常情况下都是基本上就是叛变行为啦。那为什么美国联邦政府没有办法？就是因为美国社会分裂，然后再加上这70万人下去，真的是美国现在这个情势岌岌可危，是一定有一方要让步。如果拜登今天继续再强硬下去的话，觉得这个情势就不可收拾了。不过美国的媒体很奇怪，美国这个你看几个主流媒体基本上不报道这个事情，外国媒体报道比较多，他们只报道外国的事情，又不报道美国的事情。这个美国会不会到最后整个失控？有可能，因为这一次他们是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美国对立起来了。当然都不是美国人美国上一次打内战也不是为了美国人是为了美国的黑奴打的。怎么样对付黑奴？两边闹开了就打起来了。现在也不是为了美国人，现在为了美国那边这些非法移民，两边闹得不可开交所以从美国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真的走上了一个现在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上面。好，顺峰哥，这样子，在读书的时候，甚至教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这样告诉我。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学生，是民主产生的弊端，就由更多的民主来解决。这一句话我们几乎奉为圭臬，但是这一句奉为圭臬的话，现在在美国好像触礁了。美国到现在为止实行了民主200多年，你看到的一个现象是什么？分裂对立是常态，不分裂不对立，那怎么有这个呢？现在美国要选的是红色的美国，或者是蓝色的美国，因为它是分裂的。好，不只是如此，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就是拜登不适合。一半的人告诉你说川普不适合，但是他们两个都经过党内的选举投票决定了。我们又常常说，我们的一票可以决定我们的命运，那么这一票也行使了。这一票命运决定的结果，就是要选一个一半的人不喜欢，一半人也不喜欢的家伙，而且是两个大家都认为不应该出来选的家伙，那要出来选。然后我们说，我们的这一票决定我们的命运，我们决定了什么？通通在挑战。这里面背含的问题，不只是内战以后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堕胎权的问题，让民主党在其中选举得到了甜头。所以这一次继续要杀下去。这个时候
找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这非法移民的问题，这是共和党的武器。所以呢，这两边一个就是堕胎权，那一个呢就是这一个非法移民。两个党现在坚持了两个的问题，他们所想的是什么？是美国的明天，是美国的人民。每个人都有一个很漂亮的口号，但是他们想的都是我能不能顺利的当选。那当选的是谁？是两个我们不喜欢的人，而不是我们的，跟我们无关的，是美国不喜欢的两个人。而且你的一票怎么样？所以民主的问题由更多的民主解决，好像这一句话通通是笑话，因为出钱也是民主啊，大选也是民主啊，对，现在这个分类也是因为民主而分类啊。那我不晓得用什么更多的民主可以去解决，我看不懂。所以也不要去怪别人，在整个的媒体说你是内战，因为你这个 Civil War 就是你自己在美国自己本身使用的啊，在美国也一样。这种事要是发生在大陆有没有？我靠，那真的 CNN 这现场转播，你信不信啊？这个今天不要说在大陆了，发生在世界任何个地方。CNN 的记者一定第一个跑到前面了，但现在呢，在美国好像你没有听到这样的声，不是没听到的，这主流媒体上，就像介道士讲的，非常非常的低。为什么？讳疾忌医，因为他也不晓得该怎么办。事实上，拜登已经有妥协了，他说啊，一天只要人口这个呢多于1000，我马上实施什么事情。但是显然他不卖账，因为川普当年就是以拒绝非法外来移民，然后要筑高墙，有这个政策，他不但讲了，而且他去落实了。不管你喜不喜欢川普，至少他的政见是落实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美国面对这个问题，就继续让民主的问题由更多的民主去解决。这一句话来考验吧。好，来请教舰长。这一次一开始啊，就是出现在这个铁丝网的问题。这个铁丝网不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铁丝网，它其实是刮刀式的刺丝网。刮刀式的刺丝网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啊，也就是一不小心划过，不是被刺一个洞，而是整片就是刮整片啊。然后所以说，它如果这样布设的话，其实的确啊，有办法对于非法移民有所遏阻啊。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一共有24州啊，也就是这些红色的部分啊，通通都要派遣国民兵来支援德州。那这个会不会变成刚刚无论是介大使或者是顺风委员讲到的内战啊？应该是没有这么严重。不过啊，我们必须要这么讲啊，4月12号。帝国浩劫，美国什么？对不起，因为不要帮电影做广告啊，就是电影直接就要上演了。电影其实都是走在一般社会大众脉动之前，也就是早就闻到了一些什么事了。那我们这样讲，刚刚一直讲说，到底拜登他对于这些事情，就是有关于非法移民的事情，到底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哪一个部分呢？其实是违反美国宪法的第4条第4节，还有宪法第1条第10节第3款下面的拥有自卫权。现在那个德州政府他们就是以拥有自卫权，要以那个派遣国民兵来阻止这一些非法移民。非法移民的问题，事实上来讲，它不但是是对于工作上面，就是一般人民的工作上面产生了排挤啊。那事实上还有更多的卫生啊、居住啊，还有医药啊这些问题。所以不在那一州的人没有感觉，可是曾经遇过这一州的人非常有感觉。然后美国就奇怪了，美国就说：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大陆的微博、在大陆的抖音讨论的这么热烈，你中国的网络竟然没有把这一些内容给删除或者是禁止转发？奇怪了，那是他国内政。第一个，第二个，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影响大陆内部的一个那个和谐以及稳定。所以我们这样讲，
你美国到底是站在人权的一方，还你只是站在利益的一方？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翟先好，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立院的龙头之战。今天当然揭晓了，民众党说要支持自己的人选黄珊珊。那民众党这样推派出了这个角逐立法院长啊，那黄国昌甚至反过来对绿营喊话，就说：“这个民进党可以过来支持我们哦。”所以会不会变成另类的绿白合呢？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讨论啊，民进党该不会真的跑去挺黄珊珊吧？如果真的挺的话，黄曙光是不是就可以解套了？搞不好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盘算，因为对民进党来说2选1嘛，我不支持黄珊珊，那难道就是看韩国瑜当选嘛？所以搞不好真的民进党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念哦。那我看看这个柯文哲哦，他说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因为不想当小蓝，也不想当小绿。被问到保送韩国瑜吗？他说这个作为第三势力哦，小蓝小绿都不想当。那至于要怎么样因应，他说这是民进党跟国民党要去思考的，特别是民进党高层，又在喊话民进党高层哦，然后再被追问说是不是跟民进党合作，争取把票投给黄珊珊。他说有个小党当立法院长也是解决台湾问题困境的一个方法，所以人家在回想说这几天。那这样蓝绿去面试是面试假的吗？是不是白走一遭哦？怎么最后搞的是你们自己要推派人选出来？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讲呢？那再来这个问题可能又要困扰坚哥啦，因为大家知道王世坚过去在这个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说这个理性跟感性的选择啊，因为以他的这个政党来说，他必须要支持陈时中啊，但是他跟黄珊珊又是好朋友。所以现在民众党就讲说，是不是王世坚坚哥又要再度陷入到理性跟感性的天人交战呢？他会投给黄珊珊呢，还是会去支持游锡堃呢？那再来看看这个蓝白争龙头，王定宇跳出来讲啊，他说好了，这个蓝绿游锡堃跟这个韩国瑜社会评价非常清楚了。国会议长是国家最高民意的机关，代表行使国会外交，高度跟格局很重要。游锡堃跟韩国瑜的社会评价很清楚希望政党竞争的因素之外，多考量选出来的正副院长是不是任适格，对国家有没有注意啊？马上就有网友吐槽就说对大家都知道游锡堃的这个评价橡皮图章嘛，就是这个角色而已并没有什么其他，就是好像扮演立法院长一个角色就变成立法局了哟。那所以看看这个吴子嘉，他提到游锡堃对事情经常认识不清民众党专门欺负老实人，正常演出的是韩国瑜，还看得出来你们指的是民众党是骗子我就跟你玩这个天桥把式他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不能决定事情的。馆长现在也说他很欣赏韩国瑜，他与以往截然不同，那还炮轰柯建铭说不断叫嚣可能是不想让游锡堃当选院长他说看到韩国瑜拥抱黄国昌，他说他很欣赏韩国瑜感觉上面跟之前的印象不同。他说也期待再也合作，这是在民众党宣布之前馆长的直播里面提到。不知道今天民众党宣布完，馆长会不会说法有所转变？另外看看未来立法院的厮杀恐怕会很激烈特别是这个绿白之间，好像看到老柯一直不断出来在批评先骂了蓝，那说傅崐萁是抱虎缝河，他说就是找一个老粗没有文明没有高度的抱虎缝河而已他这样子来批评傅崐萁。然后讲到黄国昌就说作秀抹黑收割炒声量极尽表演的能事还叫他不要嘿嘿嘿叫的所以感觉都没有好听的话啦。另外这个白绿之间现在也有一个对决的态势，就是因为现在
这个王义川嘛，他们说，抢救义川大兵，现在要进入到政策会担任执行长哦。另外一方面，这个民众党他们是派出了战狼小姐姐陈志涵来负责这个民众党新设的政策部门，要复合与国会8席立委沟通，对接政策，与党部和党团的政策能够统一战线。所以未来白绿交锋的这种状况，恐怕会成为一个国会的一个新焦点。再来。这个柯文哲有提到说，这个不分区有2年条款，但是有但书的哦。那看看一下他们不分区的名单，前8名啊是已经进入到国会，一直到张启凯这边。那陈志涵的话是排名第19哦，因为这是他们定的一个内规嘛。排名第19名，说不定也是有机会可以递补进去的。那现在如果党内有人跑票的话，黄阳明讲说这个。游锡堃可能也会担心，这是不是民进党搞不好也会有人跑票呢？他说，今天为了要让这个王义川能够当立委哦，民进党其实部分的人士，他们不惜去逼宫游锡堃，让他没有办法当立法院长，甚至连立委都当不成，才能够抢救义川大兵哦。那未来假设王义川也进去，战狼小姐姐也进去立院哦，又成了新一波的白绿交锋。再来，我们来问一下这个盛峰哥，盛峰哥怎么看今天？立院龙头之争出现一个大变数哦。现在不要随便猜测结果，猜测的结果可能都要去找眼镜啊。为什么？因为目前的演出已经不是照常理的演出。目前的演出可以看出来是小党的民众党现在极力的在演出，不管他内心想的是什么，他都让每一个人充满了悬念。国民党现在也充满了悬念，照这样看起来应该是我了。我想很多人应该是这样推论了。那这个呢，民众党也丢了一个悬念，那不一定呢。小党当议长也很不错，这是国会改革啊，来统合蓝绿。基本上，他是不是也是在向民进党在丢橄榄枝呢？从一个角度再来看，当不正常就是有鬼。我看到柯建铭最近呢，这2天出来骂民众党，出来骂国民党，骂得很凶。他是一个还蛮有谋略的人，这个谋略呢，好像一个失控的欧巴桑一样，出来大骂一顿了。你觉得他失控了吗？我不认为他失控，他说不定在创造什么烟幕啊。所以从道理上来讲，应该拥有席次比较多的国民党，在民众党放弃不支持蓝绿的时候，应该国民党在2轮会顺利当选。你这是理论啊，这那不要把理论当事实，那有时候会很惨啊。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有太多前提。民进党会不会宁为瓦钱呢？宁为易碎，不为瓦钱。反正我就不让你国民党当嘛。那我来扶持一个小党当议长，反而是我扶你上去的。那水可载舟，水可覆舟嘛。那你这议长当下是要听谁的？国民党选上的话，那是不会听民进党的对不对？可是民众党在国民党在民进党这在选上的话，那要不要听？你不听，你这个议长，你这个院长做得下去吗？你各位想想，这很现实，就摆在那里。然后呢，到时候柯建铭这边可以很无奈，双手一摊了。我可是不以为然的，但是票投出来也是这样子。现在在创造这个烟幕，有没有可能？通通有可能，可能刚刚我的推论通通都是错，但也可能通通都是对。从这里我们就看了一个究竟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立法院的文化？我们已经行宪这么多年，我们也从老委员退职之后，我们已经改选了这么多届了。我们一个议长的产生，这个大家都有国外经验就知道，他绝对不是除了票以外，他还要是资深制。很少会推一个像黄珊珊这样的人出来当议长，这是一个资深制啊。这一个议长坐在那里，他还要有他的什么？他还有他的中立性，跟被大家能够信赖的能力跟条件嘛。那最后只是一种权宜的措施弄上去的，你是借着别人把你扶上去的，那是有问题。国民党再怎么样子，甚至民进党自己可以选上。那他们都是50几席啊，他们都有50以上的高的席次啊，他们在立法是有那样的实力啊。他们假什么崩熊什么金嘛，
这个有那个屁股吃那个泻药，所以它是有基础的嘛。所以我们在从道理上来讲，这一场局好像看起来这个已经拨云见日了。可是呢，从现在这些讲话奇奇怪怪的讲起来，什么这个小党当立法院长可以解决一台国会的问题啦，哎呀，这个小党当立法不小心当上了，这也没什么不好，等等这些怪话出现的时候，心不成，就是说，假如国民党跟民众党有所大家一个协议说，用这样的方式，我可以保持我民众党的立场，也可以让你国民党真正拥有相对多数的人可以选上。假如他有这样的默契，不会讲这么一些让人家疑窦的话。那么最后我要讲一个事情，到现在为止，民众党的操纵看起来是很成功啊，不管你用价值判断、不价值判断这样，就操纵它是很成功。可是别忘了，当你不断的只用一个政治的陈述在处理整个的权力场域问题的时候，我的经验告诉我，人家也会毫无悬念的用政治的陈述能抹平你的时候绝对不会是客气的。这个当我这样玩，我就必须接受有一天人家这样玩你的时候，就不要叫了。为什么？柯建铭把国民党的党团里面呢，这个傅昆萁说得如此的不堪，有没有啊？其实两个差不多啦，不要谁也骂谁了啊！我常常讲，两只狐狸斗一斗，这倒是蛮精彩的。不晓得斗到最后的结果谁输谁赢，不知道而已啊。好，来问介老师。对，现在就是说第一轮的话，当然这个民众党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啊。那关键在第二轮啊。第一轮他现在我这个立法院长选举办法很简单，就是有1/3的委员出席就可以开始举行表决了。那第一轮过半数，第一轮不过半数的话，再举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就不一定要过半数，以得票高者当选。所以第一轮的话，现在除非是民进党把票都灌给黄珊珊，那如果为了要挡这个韩国瑜的话，这个决因这么强的话，那就把黄珊珊第一轮就投出来。黄珊珊只要拿到50，如果说全数都出席的话，没有一个人跑票的话，黄珊珊拿57票他就当选了。57票很简单啊，他现在民进党51票啊，那再加上他们民众党8票啊，那就是59票，那就已经过半数，那黄珊珊又当选了。可是问题就是，民进党会不会因为不想让韩国瑜当院长，把这个院长让给黄珊珊当，这是一个可能性啊。事实上是不是会的话，那看民进党现在怎么想啊。现在民进党我觉得内部也挺分裂的，光这个游锡堃跟这个柯建铭之间已经只是没有直接对骂而已啊，那个紧张跟竞争态势已经很清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那如果说第一轮投票，那国民党投国民党，民进党投民进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民众党凭民众党，那就是第二轮投票是举第一轮投票前面2名，那就变成国民党跟这个民进党的2个候选人。这个时候，民众党没说他要投给谁啊？他们是只说要投给自己废票啊。他说如果到第二轮就不投票，了。对，那现在就变成，那就是等于说，如果说2党都没有人跑票的话，那就是韩国瑜当选了。这个假设也要保留。这个有可能。这个假设你也要保留。我还以为2党都是不，中视中党爱国之士。这个假设你也要保留，真的。尤其在 K 联内部，你也要保留。真的。对，因为那绿的有没有可能呢？绿的几率比较低。这样。以我对台湾政治生态的一个了解，因为民进党现在执政还拥有资源，对有一些人可能还具有威胁性，司法的威胁性。OK。那现在就是说，如果说第2轮的话，他都投废票，那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对决嘛。那照正常的话，都不跑票，应该51对54。对，因为2票无党籍也应该说要支持嘛，对不对？51对54。那如果说国民党跑2票的话，那就变成52。那这2票如果说是也来投票投给民进党的话，
那就变53-52，应该不会投民进党啊，不会投民进党。党。那还是就变51国民党不是要亮票吗？哪能投得了？那现在就是说，有人说，那我就不去投票。哦，不去投票的话，现在缺席也不要求不可以，也不可以。哎，那我们就相信国民党的党纪啊。就所以说。第一轮就决生死啊！如果第一轮没有民进党跑去民众党那边，应该基本上就是第二轮的结果。理论上我刚才讲过吧，理论上应该是国民党，理论上，但是呢，现在我对理论的问题我都不太有信心。你就干脆说对国民党没有信心。那这个所以就明天了吧，很快就会决定了嘛，对不对？这个影响台湾未来4年的政局了。是。对，如果说民进党的话，他又当了掌握立法院的话，哇，那就那就变成真的就这个局面就会跟国民党做立法院院长这差距很大。他不掌握立法院，他垂帘听政也蛮有效果的，蛮有效果的哈。垂帘听政也蛮有效果。所以这个说。不是说国民党命运未来命运如何，还是台湾未来命运如何？跟明天的投票很有关系啊。又有一次，对，我想我们大家心里面都有主意的人嘛，我们都还是希望韩国瑜能够当选啊。当然，对。那不过现在就是说，现在这2个党啊，现在将来这个政策会的部分啊，看起来这个2个党的人都还算蛮年轻的。那国民党表示谁？我是觉得我是比较希望就是说尤其国民党啊，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呐。对，很多重要职务啊，让年轻人去处理。反正像我们这种比较性格很稳定的，我们都是支持国民党啊。将来决定台湾的这个选票啊走向的话，年轻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应该让年轻人跟年轻人啊之间有多手互动，国民党才会找到新的生命啊。好，店长。我们到底希望看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立法院呢？我们是想要继续看到反质询的立法院，我们是还想继续看到胡说八道的立法院，还是我们想要看到的是一事无成的立法院？这一次的立法院之所以那么重要，就是自己的事不再决定的只是自己的事了。为什么？我们等会下节会谈很多的问题，从 ECFA 到 M03 航路这一些问题，都是立法院真正的权力交错的场域。可是，如果我们还是任由这一些行政官员反质询啊，你明明是要被我质询的，然后结果你问我一大堆问题，我问的问题你反而不回答，这样有用吗？再强调一句话。这个骗子能够骗多久啊？是由傻子决定的。傻子什么时候开始觉悟啊？骗子他的那个欺骗的生涯就有所结束。院长其实是一个象征啊。那但是呢，刚刚我们盛峰委员讲到说，现在他不太相信理论啊。那因为理论常常会失误，其实要相信人性。怎么叫相信人性呢？因为只要从民进党开除党籍的，多半没有再起来的机会。可是如果不是那个不分区的委员被国民党开除的，通常他的政治生命还可以延续。所以我们这么讲啊，其实现在与其说重点在于院长，不如我们看一看未来2党的总召，也就是柯建铭跟傅崐萁，他们交错之下会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